这么说，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已经盯上阿贵了？没错，当时我就怀疑这个阿贵跟弗隆散有关系。后来谢大人的死，勾出了皇儿，皇儿又勾出了阿贵，两条线索汇到了一起，这就确定。太子爷果然名不虚传。但是这个三哥确实不简单，通过不见面的方式就能够操控伏龙散的买卖，而且还能获得这么大的利润，不能小瞧他。只可惜，你跟我同时出手，他跑不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下午3点，一定盘路口电话亭后的灯箱。您啊，哎，您看看，来，给您一张。时间差不多了。你就是三哥吧，小关？知不知道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们？知道，因为我抢了你们青棒的生意，因为我卖伏龙散嘛。哪儿来的？英国人运来的，大概每周运1次吧。等他们货船靠岸后，所有的药品都要开箱检验才能过海关。我呢，从小在码头长大，路熟，偷偷溜进去，趁没人的时候，在每箱散装的胶囊中偷出100粒，然后给阿贵，交给他们制成伏龙散就行了。哎，太子爷，我跟你说，这生意比鸦片赚钱多了。你卖鸦片，您看，那个开烟馆的人工、场地，还有运费，来来回回都是成本。但是伏龙散不一样啊，它是无本买卖，偷的本来就是洋人的货，而且周期稳定，一本万利，完全可以成为青帮的新产业，是吧？小小年纪，生意倒是挺会做的。大猫，先把他带下去，关起来。走吧。这不，太子爷，再考虑考虑呗，我们能合作。工部局那边我已经打点过了，准备在公共租界布10个点，法租界10个，华界第一批12个。这公共租界嘛，我们打算在百里南路、胶州路、虹桥路、罗别根路上。你别说那么多具体的，我只关心能赚多少钱。这次的万国争雄大赛，每轮比赛，每个布点就算只有500人投注，每人每次1两银子，10个点，5000人，那就是5000两。以后每次投注，我们都可以抽成。这样的话，全部比赛下来，就算给远东分7成，咱们青帮也能赚几万。
能赚这么多？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等局开起来了，投注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且除了租界，我们在华界投注点赚的钱，压根儿不用给远东公司分红，全部归青帮自己所有。你想得很周到。这次我们和远东公司的利威廉合作，只不过是小试牛刀。如果能成功，我们和他之间以后还会有更多可以合作的项目。好啊，这件事情你就全权负责，要什么人、什么东西，你也说了算。是。你来帮我怎么样？我让你负责公共租界里的几个投注点。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不想干，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生活，为育婴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可这事儿能赚不少钱啊，干上一票，3、5年都不用愁了。我现在挺好的，钱嘛，够生活就行。那好吧，你也不想干，我也不勉强。什么时候想干了，随你出声。来。好。哦，对了，你怎么想起干这事儿？这洋人的比赛，没什么人关注，为什么要在华界开投注点？这事儿你不知道，本来是没人关注的，可后来多出一个中国选手。竟然生生的把一个外国选手打趴下了，代表中国人出战了。谁呀？这么厉害？听说是从京城来的，叫什么？崇立明。怎么？你听说过他？没有。来。娘，
吃药了。英国人的货，英国人的贸易。哥，还查吗？查。这东西能毒死人，必须要查。爷，英国人这东西的检验报告出来了，这是一种新型的合成药品，但是里面的化学成分有磷酸可待因和盐酸钪黄碱。哎呀，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赶紧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你说的是，这是一种新的鸦片？对，而且这东西比鸦片更容易上瘾，断药后的戒断性会更大，过量吸食的反应也会更大。你是说，谢大人有可能是吸食过量死亡的？极有可能。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他流进中国。我是觉得，以现在的时局，无论哪一方想要在谈判桌上占据优势，都需要洋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这个时候展开对英国人的调查，朝廷恐怕不会答应。你们两个都错了。南北和谈在即，谢大人死于风月场所，就这一篇报道，南方就可以用来大做文章，民众必将会对朝廷更加失望。如此一来，议和还未重启，朝廷就已经陷入被动。那这跟调查英国人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阻止了英国人走私新型毒品进入中国，企图毒害同胞的话，那我们就是以朝廷的身份阻止了毒品的流入，破坏了他们的阴谋。我们就把坏事变成了一件好事，而且这样，我们在舆论上也能扳回一城。朝廷原本不好的形象，我们也挽回了。爷，还是你考虑的周全，这事儿必须得查。周先生，你觉得我们这次和谈有几分把握？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代表。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希望？我觉得这次和谈很有意思。怎么？表面上我们是在跟清廷谈，但实际上，清廷的一切都要仰仗袁世凯。袁世凯不发声，和谈就僵住了。他哪是不发声啊？他就是在等各国的态度。要知道，在当今的上海滩，有多少个国家，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南北和谈。现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有可能决定中国的未来。那你说，还会有人对共和横加阻挠吗？当然，革命从来就没有容易过。不过啊，在当今的中国，共和是大势所趋，任何人想要阻拦，都是螳臂当车。对了，阿姨，过几天孙先生就要回来了。孙先生要回来了？没错，过几天他就会回国了。无论如何，这个世道终于要变了。开了，帮我记一下。哎呀，累死我了。你刚才说的话你自己信吗？什么？英国人的事情，你敢说不是你自己想查？没错，我是想查。我这番话嘛，就是要说给大家听，也是说给德齐王爷听，将来我还要说给朝廷听。反正这事儿我查定了。
怎么了？我只是没有想到它竟然这么可怕。我之前也犹豫过，可后来我又仔细想了想，不管时局如何，这种害人不浅的东西，我们都一定得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站在我这边。得了，快接着练吧。虽然查案，但我们的训练可不能松懈。没错，训练不能松懈。给我点动力吧。好好好。改天我再讨回来。二位今天不是单单来喝茶的吧？苏先生，您是武昌起义的功臣，早就从家父那儿听闻您的大名，一直遗憾没有机会来拜访您。这次您来上海，刚好给我一个机会和您亲近亲近。马丽小姐客气了，苏某一介文人，谈不上什么功臣。苏先生初来乍到，怕是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这次谈判期间，若有任何不便，不妨直接告诉我。租界和上海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不能再熟悉了。今晚我们将在公共租界设宴，为您接风洗尘。二位说笑了，苏某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地方倒让两位外宾请客，岂不让外人笑话？苏先生，这次和谈你们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知道方不方便透露？我们的诉求一直很明晰，想要成功，应该离不开我们的支持吧？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当然是我们的荣幸。不知道得到贵国政府这样的支持，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扶持你们建立新政府，自然会在各方面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我们也希望日后你们能重新定义和英国政府的关系。重新定义？我不明白。苏先生，您看不出来，我们是来雪中送炭的吗？二位考虑的颇为深远，但是目前和谈前景尚未明朗，我们能不能等等再说呀？好，那我们就再等等。告辞。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老英们最爱喝的咖啡，都是用南美的咖啡豆磨成的黑咖啡。你尝尝，为什么不喝呀？这玩意儿我喝不惯，苦。你喝不惯它，但是它卖得很好。我看租界现在也没什么人喝茶了，都改成喝咖啡了。我看你要说的不是咖啡吧？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你还要继续查下去？你说呢？查人查案，不是你们验尸班最拿手的吗？为什么要找我？这次是在租界，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青帮同样没有。可你们有人，有关系吗？那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帮你？因为你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三哥的伏龙散已经断货了，便不会对我们青帮的生意产生任何影响。三哥不卖，难道英国人也不卖吗？这种东西是一种新型的毒品，比鸦片更容易上瘾。现在英国人每周都往上海运货，在上海越来越流行。再过一阵子，彻底取代了鸦片。你想想，你们的大烟馆还有戏吗？这东西真那么厉害？那当然，这个东西比鸦片更容易让人上瘾，更难戒，戒断反应更大，对人体的伤害更大。你想想，上次董连海给我们吃的那玩意儿，不就比鸦片更容易让人上瘾吗？如果这个东西大规模出现的话，毒害国民，后果会怎么样？
知道，这是你跟我之间的秘密。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如果传到了第3个人耳朵里，你可以下令马上杀我。别说那些废话，说说你要怎么查？够了，一切。我们先调查药物的源头。既然英国公司走海运运货，那我们就先查他们的码头。码头仓库你们青帮比我们熟，所以这事儿拜托你们了。苏先生，这个玛丽，我们在四川的时候交过手，很不容易对付。当初签署铁路协议，就是他手段强硬，压榨民众利益。虽然他有一副中国面孔，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我知道这个玛丽小姐表面是在帮着我们，其实是帮着洋人张开了血盆大口，等我们成为第2个清政府。您说的没错，依我看，这个玛丽根本就是个可以笑着吃人的人，您可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上了他们的当。周觉，你说的这个我都有分寸。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和谈。孙先生马上要到上海来，按照他的意思，为了建立共和，必要的忍让、退步都是可以接受的。洋人的态度大可不必担心，他们虽然奸诈，却很聪明。依势而变，依势而变，他们是最厉害的。我现在还是担心。苏先生，您在担心什么？还是和谈。已经休会好几天了，应该有重启的消息了。这个苏先生看来不太友好。现在南方政府和清政府处事方式不一样，不过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这恰恰也是我们对南方政府亮出底牌，表示支持他们的原因。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言论上支持南方，支持共和，清廷会怎么想？紧张？他们会紧张不安。当他们觉得双方谈判的砝码不等，他们会怎么办？加重砝码。没错，本来就处于劣势的皇室，他们会越来越心虚，对我们也就更加客气。所以你让大公报刊登清廷代表谢大人包庇的丑闻，打击清政府的形象，是故意的？清廷一旦答应我们的合作，得到了我们的支持，南方政府会怎么想？他们会担心我们转而支持清政府。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天平，让他们双方彼此示众，不断地迎合我们，害怕失去我们，这才是意义的所在，不是吗，莱昂先生？你们利用一把天平称量人心，难怪公使这么喜欢你。张姐，好。有什么发现没？码头所有仓库都已经检查过了，就这间太和洋行的仓库是不私密。根据各方的情报显示，这里很有可能就是藏放包装胶囊的地方。证件。爷，我们都看到了，那个太和洋行的仓库绝对有问题。我们在那儿守了1天，基本的情况都已经摸清楚了。装卸工入仓的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凌晨2点，所以我们只有趁后半夜进去，仓库才会没人。但是，仓库外有巡逻队，每半个小时检查一遍，还有一个岗亭，24小时不断人。那个仓库的钥匙就挂在岗亭的墙壁上，所以我们才要趁半夜进去。
先等巡逻队经过，然后再把守卫打晕，趁机潜入仓库。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否则我们就会被发现了。雨绰，今天晚上看一看去吧。明白。我们也去，让我们也去吧。人太多了，不方便。哥，你们不能总是二人世界吧？姐，你就带上我们吧，我还会拍照，现场取证绝对能用上。爷，带我们也去吧。我们在那儿观察了好几天，地形环境我都熟。那要不就带上他们吧。我听你的。可丽琳，看来这就是要的名字了。快躲起来！你们那边，你们那边。钟黎明，你不好好准备比赛，半夜3更，我们的仓库，你来干什么？有人举报你们卖违禁品，调查一下。哈，小伙，你有什么资格来组建调查？有没有资格调查不是我说的。我说了不算吗？信不信我枪毙了你？你敢？都别动！住手！住手！把枪都放下！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伤了和气。黄探长，这事怨不得我们。他们3更半夜闯到别人家里，难免不让别人把他们当贼。根据英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权击毙擅闯私宅的人。你说说你们，去人家仓库，他有什么好玩的？这不是让洋人看笑话吗？我们是去查案的，你们巡捕房查不了的，当然得我们验尸番出马了。什么案子？我想问一下利威廉先生，根据英国的法律，贩卖毒品是什么罪呢？你什么意思？黄探长，他们私藏毒品害死了谢大人，我们要查的就是这桩案子。你们血口喷人！黄探长，我现在还要追究他们的污蔑之罪。哎，你说他会不会为难啊？他们敢，都坐下来谈，不会有事儿。说真有事儿，爷掏枪也得走出来。这些就是在你们仓库里找出来的，叫可丽林是吧？而这包伏龙散，就是谢大人死的当天服用的。经过我们的调查，伏龙散的原药就是它。黄探长，你可以去化验一下可丽林，看看里面有没有致幻成分，看看它到底是不是毒品。That's right. Kalining is produced by Taihe Pharmaceuticals, but it is a legal medicine, and we have passed all inspections.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Fulongsan, but if it's really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Mr. Xie's death, you want to look for someone who is selling it.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s. 你是怕我们验出了什么不好的成分，所以心虚了吧？哎，这中间恐怕有什么误会吧？啊？经理，如果方便的话，你不妨出示一下药品的海关批文，也给这几位去疑。All right, I'll do it. Rachel, bring the Kalining Customs license in here for Detective Huang. 两位大人，你们也不要为难我这个小小的探长了。这租界毕竟不比别的地方，惹出什么乱子，不利于现在和谈的局势啊。 Mr. Huang, see for yourself. 好，我看看啊，我看看。可丽林系英国进口药品，经海关检验，药性合格，准予在境内销售。那这药是合法的呀？谁知道这批文是真还是假？怎么会呢？海关药检局的大印都在这儿。 他假不了，假不了。啊 Chong Li-ming, take a good look. This is a real medicine, product legal for sale in China. Stay away from Taihe Pharmaceuticals. As long as I'm here, they won't be back. 不会了，不会了，这完全就是一场误会啊！几位大人，这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Who told you to release them? I could have taken this chance and sued them for the tournament, and locked them up. And now he's going to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fight, huh? Yeah, I see. But Chong Li-ming is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That complicates things. Mr. Huang, you're a Chinese detective who works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I urge you to remember who you serve. Leave Chong Li-ming to me. It'll be a good day when I bring him down. 想通了，现在放弃比赛还是个不错的选择。我
我这次来不是跟你说比赛的事情。那是什么事？可丽琳，跟你有关系吧？什么？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谢大人正是服用了伏龙散而死，而伏龙散的原料之一就是可丽琳。你敢说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你的意思是我们设计谋害了谢大人？我没有说。但是谢大人的死跟可丽琳肯定脱不了干系。你们谢大人是吃伏龙散死的，和可丽琳没有关系，是吗？你不承认没关系，玛丽。我只是搞不明白，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你能变得那么快？崇立明，今天是你闯进我办公室，说可丽琳有问题，你有证据吗？证据没有，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直觉？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你也是在国外留过学的人，你没有证据就血口喷人。没关系，我现在没证据，不代表我以后找不到。等我找到的那一天，你好自为之。Miss Mary, there wasn't a problem with any of the licenses. Kellyning is absolutely legal. Then why did Chong Li Ming come here and accuse me of a crime today? Chong Li Ming has never exactly been a friend to me. Today I showed all the papers to him in front of Detective Huan. He saw them, and I doubt he'll find any more holes to prod. Kellyning is simply a type of medicine to treat coughs. It's also sold in England, and we import it to China through entirely legal channels. There won't be a problem, Miss Mary. I'm pleased to hear that. I hope you'll take this seriously. Chong Li Ming is not someone you want to make angry. Yes, that's true. I heard that when he was in Sichuan, he managed to cause your parent company significant losses. And if he continues to cause people trouble, our losses this time will be even greater. And I fear, with the North-South peace talks at hand, and with him spreading lies and slander, we won't be able to explain matters to Mr. Kane. Don't worry about that. If there's no problem with the Kalining, he won't be able to find one. Ni 一句话，我就把你弄死那洋鬼子。咱们验尸班一起出动，烧了他的仓库。思思，你不乱说话会死是吗？崇立明，你怎么打算？今天晚上这么一闹，也不是坏事。起码我们知道了海关跟可丽琳脱不了干系。可丽琳明明有致幻成分，却偏偏拥有合格的海关批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恐怕是我们接下来调查的方向。那太和洋行身处租界，洋人只手遮天，恐怕不容易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调查就要以取证为主，尽量不要和洋人发生冲突。查不了海关，那我们就顺着可丽琳去查，看看他们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了多大的秘密。那太和洋行仓库守卫森严，再想进去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都露过面，所以不方便现身。温狗，你去那儿盯着吧，记住，不用混进去，只要观察可丽琳的流向就可以了。放心吧，哥。瓦格纳斯三，你们去药房调查可丽琳的销售情况，看看在哪儿卖，怎么卖。马延新，利威廉没有见过你，所以他对你不熟，你负责跟踪，摸清他的行程。是，爷。